浑天帝的笑容带着几分诡异。哈哈，真是好笑！你以为本帝还是当年的我吗？我的实力将会是你想象不到的。其他神指强者见到浑天帝现在的诡异气息，都是打了一个寒战。就连5大神阁的第一天骄都是不敢轻视浑天帝，毕竟对方手中还有绝世神器，如果真的要交战，他们也没有把握能够战胜他。这时，所有神指强者的目光都是看向了萧炎和浑天帝那边，仿佛这里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主场一般。而那4域天神君也是一副饶有兴致的模样，看着那边一触即发的战斗。对于萧炎身上的焚神之力，以及浑天帝身上的噬魂之力，对于这2道力量，4域天神君也是有所关注，也不知道究竟是焚神之力强大，还是噬魂之力强大。毕竟这2道力量他也是很少见到过，但是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却是非常的特殊和可怕。确实，我们之间需要做一个了断了。在战斗之前，我想问一问，当时是谁破了我给你的封印之力？对于这个问题，萧炎也是深感疑惑。如果是救走魂天帝的真的是魂宗之人，那么他们为什么特意的从第1等级世界前往到第3等级世界的斗气大陆中救出魂天帝呢？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吧？魂天帝也是直接拒绝了萧炎的问题。你不说也没有关系，我也已经猜到了，应该就是神势力之首的噬魂宗将你从封印中救出来的吧。萧炎说话间，目光也是瞥向了魂天帝身后的那一道噬魂宗宗主的身影。在萧炎的目光望去时，对方的那一双瞳孔阴森的与之对视着，甚至萧炎在噬魂宗宗主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令他都非常厌恶的气息。那股气息可以说是魔气。既然被你知道了也无妨，我的确被噬魂宗之人所救，他们能给我强大的力量，我便跟随了他们，并且还受到上面那位大人的关注。而我成神之路也是非常的轻松，我所修炼的是魂诀，可以吞噬灵魂和神魂，吞噬的越多，那么我的力量机会越强大，而且噬魂之力也是不断的被激发出来。如今的我恐怕其实力也达到了4重天位神的领域，而你凭借着提升实力的秘法，才将自己的实力飙升到4重天位神，还真是让人惋惜。你的秘法再强也有时间的限制。魂天帝自信满满的说道，如今自己的实力对付萧炎已经是绰绰有余了。魂天帝，我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就没有发现他们救你是没有原因的吗？难道平白无故救你出来，然后说要重点培养你？萧炎的这一句话也是令得魂天帝有些动容起来。这事情魂天帝的确没有仔细去想，但是只要能让本帝的实力变强大，管他们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将你彻底的消灭，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对于萧炎的这一番话，魂天帝也只是一时的动容了一下，最后还是被所谓的强大力量所诱惑。毕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自身的实力突破到4重天位神，离不开噬魂宗给的噬魂诀功法，以及上面那位大人的关注。好吧，既然你已经被彻底的灌输思想，我也不与你多说，让我看看你的实力究竟多么强大。萧炎话音一落，也是将体内的神力暴涨到极致，整个大地都是在剧烈的颤抖。而反观魂天帝周身的黑雾弥漫而开，那画面也是相当的诡异无比。最后这些散发出来的黑雾竟是跑进了他的眼睛中，一股惊人的气息也是在众强者的惊骇目光下爆发了出来。炎帝萧炎，我也没有想到被封印了那么久，能再度站到和你同等的境界。当年的双帝之战还没有结束，这一次才是我们的最后一战。魂天帝说完，将自身的可怕气息毫无保留地散发出来，令得在场的所有强者都为之震惊。这股惊人的气息难道就是噬魂之力？众强者惊呼出声，这简直是让得他们有些骇然。随着噬魂之力的爆发，他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一股令他们体内神魂都心悸起来。感受到萧炎的对手如此强大，吴雪想要上前帮忙，不过被萧炎拦了下来。没关系，这是我与他的恩怨，当年没有解决，这一次我便彻底地将这恩怨了解。萧炎的那双金色瞳孔中散发出惊人奇特波动，与魂天帝的惊人气息触碰到了一起，仅仅只是强大气息间的对碰，便是赢得山崩地裂，电闪雷鸣。我们一起吧。吴雪露出了担忧的神色，萧炎则是看向了他，一脸微笑，表示让他不要担心自己。见萧炎这般表示后，吴雪才稍稍的冷静下来，但是目光则是死死地盯着萧炎与魂天帝的身上。这一场最终之战究竟是谁胜谁败？萧炎，去死吧！魂天帝露出他那狰狞的表情，似乎也在这一刻将隐藏在自己心中那多年的仇恨彻彻底底的爆发而出。魂天帝，这一刻我也等了很久了，死的应该是你。萧炎也同样放出了狠话，身影猛地向前冲出。魂心雷，魂天帝身上的那股惊人的气息再一次达到了一个极致的高度，在这等状态之下施展出的攻势，恐怕就算是4重天位神巅峰的强者都得避之锋芒。萧炎的表情凝重，手掌隔空一握，便是出现了一道神火横骨尺，其上有炫白色的火焰以及混色或火焰。看来萧炎同时间也施展出了2道神火的威力，直接对着魂天帝的强大攻势轰出。空间激烈的震荡，涟漪的空间波动瞬间被传荡开来，彼此之间的强大能量也相互的抵消而去。萧炎轻轻地划了一下神火横骨尺，然后对着魂天帝淡淡的说道，就这点力量还不足以杀我，还是使出真正的力量吧。还真是小看了你啊，
不对你施展出真正的力量，你就感受到绝望吧。魂天帝一脸笑意，但是这笑意之中蕴含的非常可怕的仇恨之意。但是魂天帝却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招是他凝聚全部噬魂之力的强大招式，一旦被噬魂之力吞噬，任何神之的神魂都得陨落。噬魂神斩，瞬间魂天帝所爆发出来的噬魂之力凝聚出一道巨大的神斩，可吞噬和斩灭一切。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引得整片天地便是出现颤抖，不少周边的山峰上有着无数落石滚下，然后直接对着轰然而下。哈哈，这一招我还从未施展过，今日此技能就先拿你试试刀吧。由噬魂之力所施展的杀招，威力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层次，我看你就算命再大也得陨落了。萧炎也不置可否，因为就算是他也感觉到了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在焚神二火的形态下，瞬间将体内的焚神之力施释放到极致。萧炎双手举高，手中的神火横骨尺也是散发出无尽的炙热气息，那股气息令的天地都10倍蒸发了一般。异火横骨尺，不对，现在应该叫它神火横骨尺。魂天帝的眼眸带着吃惊之意，看到了这熟悉的东西，也是这个东西当年将他封印在异火广场下，如今再次见到，心中的仇恨更是变得浓烈起来。你说的不错，当年的是异火横骨尺，但是现在我手中的便是由神火凝聚更强的神火横骨尺，你不想被再次封印吗？萧炎说完，手中的神火横骨尺则是出现了数道炫白色以及混色的火龙盘踞而起，同时对着魂天帝疯狂的咆哮。魂天帝见状，眼神微微一凝，萧炎现在所施展的是当年将他封印在异火广场之下的强大招式。这些盘旋在神火横骨尺身上的数道火龙，直接对着噬魂神阵轰然一声怒吼，紧接着体内的焚神之力也尽数的灌入其中，神火横骨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萧炎的身影暴掠出去，直接与噬魂神斩触碰到了一起，同时间那噬魂神斩也是爆发出恐怖的吞噬力量，那股吞噬力量尽数的将神火给吞噬其中，而神火也同样吞噬对方的噬魂之力。紧接着萧炎紧握神火横骨尺，此时的神火横骨尺不像一把锯齿，更像是一条霸道无比的火龙，万火之神。火龙张开它那巨大的嘴巴，对着魂天帝暴噬而去，巨大的龙嘴直接一口吞噬了魂天帝。在这万火之神的攻击下，恐怕就算是4重天位神的魂天帝也无法承受吧。两股强大力量依旧在僵持不下，这一次萧炎还将焚神之力施展极致，才能够与的强大攻势对抗。看样子对方的噬魂之力也是相当的不简单，竟然能够对抗住焚神之力的力量，这让的萧炎有些震惊。此时萧炎也并未放松下来，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就感觉到魂天帝并没有被自己的力量所击伤。就在萧炎这么觉得的时候，突然间在萧炎的后方出现了魂天帝的身影，旋即魂天帝伸出自己的魔爪，直接对着萧炎后背抓去。不过萧炎的反应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在同一时间避开了魂天帝的攻击。但是还没等萧炎站稳身姿，在萧炎的头顶之上又有一道身影出现，一掌拍下，萧炎眼神凌厉，直接将神火横骨尺扔向上空，挡下了魂天帝这凌厉的攻击，但是依旧无法阻挡魂天帝的第3次进攻。见魂天帝的身影再度攻来，萧炎的眼神在此刻也微微凝重起来，因为发现并不只有一个魂天帝的身影，而是有多个，准确的说是3个魂天帝，但这3个都不是分身，而是真正与本体一致的魂天帝，实力也别无二致。如此一来，萧炎现在乃是一人对抗足有3位拥有噬魂之力的魂天帝。如果不是这噬魂之力的话，萧炎对战一名4重天位神，恐怕早已经占据上风。可是与同境界的魂天帝在交手下，对方的强大也是超乎了萧炎的意料之外。最后在这3道分身的同时进攻下，就算是萧炎也有些难以招架，毕竟双手难敌4手，更何况现在是6手，直接被魂天帝的强大一掌拍在了身上，身影倒射飞去，差不多将近有100米距离时，才渐渐的稳住身影。魂天帝，看来还是我小看了你啊，竟然拥有2道与本尊一样力量的自己。萧炎感到骇然，原来这魂天帝不仅实力达到了4重天位神，竟然还修炼了如此强大的功法，这能够分裂出与本尊一模一样的2道分身，在对抗一名同境界的时候，简直就是轻而易举。不过这倒是让萧炎想起了这个分身功法，倒是和沐尘的一气化三清功法很相似。但是萧炎肯定魂天帝所救怜的不是一气化三清，而是更加邪门的分身功法。有那么一瞬间，萧炎感觉到这个分身之间还有着某种能够引动的能量，极为的诡异神秘。现在你认为你能对抗3个我们？魂天帝说着，露出他那自信的目光。不过还没等萧炎进攻，3道魂天帝的身影直接对着萧炎方位同时掠去，360度无死角的直接将萧炎的所有退路全部拦截，让他无路而退。不过萧炎此刻的心也是无比的冷静，然后挥舞着手中的神火横骨尺，对着3道魂天帝的身影怒喝一声，牵引归一尺。神火横骨尺在轰出的瞬间，顿时间出现了足有1000道的尺影。紧接着萧炎双手合十，这1000道尺影竟是合二为一，
一道巨大无比巨齿出现在众强者那惊骇的目光中，散发出炙热恐怖的神迹力量，对着3道之中的一道身影进行了攻击。一道剧烈的轰炸声响起，引得天地都是震动起来。此招一出，直接是与魂天地对抗在了一起。虽然这牵引归一尺的威力很强，但是萧炎知晓，这个准大神技的力量对于魂天地并不能将其重创，最多只能抵抗住一段时间。但是萧炎以1敌3，为的就是起到拖延一点时间的效果，这样的话就能够将其逐一击破。阻拦住了我的一道分身又如何？还有我第2道分身呢？另一道分身的魂天地露出森然的牙齿，阴险一笑，周身的噬魂之力再度滚滚涌来，令得萧炎的神魂都被这股诡异的力量所引动。好诡异的力量，不过我萧炎岂能那么轻易的被你击败？毁灭火体！萧炎眼神一寒，神火的能量释放到极致后，与自己的神体相融合，使自身相当于一朵可以移动性的毁灭火莲，举手投足间可焚山可蒸海，唯一就是对自身的神力消耗较大。但是现在的萧炎已经是拥有者4重天位神的实力以及焚神之力的加持下，就算施展毁灭火体也是绰绰有余了。萧炎将毁灭的火焰力量尽数的凝聚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与那对魂天地的第2道身份狠狠的轰去，对方也是做出了反击。恐怖的噬魂之力凝聚出一道黑色巨龙，而巨龙的头顶上有着一双猩红的龙眼，正凝视着萧炎。整个空间竟是被巨龙所散发出来的黑雾所笼罩，那股恐怖的气息波动，令得在场的所有势力之人都震撼不已。在魂天地那凶狠的眼神中，那道巨龙咆哮一声，嘴中吐出浓浓的黑雾，对着萧炎所攻击而来的方向喷涌而出。天空中一方火焰通天，一方黑雾缭绕，仿佛就是2个世界一般。在那震撼的撞击下，下方的大地都被席卷而出的恐怖冲击波所轰出了巨大的深坑，那深坑也是深不见底。萧炎强大的2个招式也是勉强的招架住了2道魂天地的分身，可是最后一道分身怕是再也无法抽身进行还击了。姐姐，炎帝还是有点本事啊，竟是一人抵抗住本地的2大分身。但是结局已经注定，你会败在我的手中。当年的仇，今日终于可以加倍还你了，受死吧，噬魂灵！魂天地的声音低沉传出，体内的噬魂之力再次发生了异变。在这种异变之下，噬魂之力竟是有着提升的趋势。魂天地那双眼眸锁定了萧炎的气息，身影犹如炮弹般的急速飞出，在那一眨眼的功夫下，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跟前。萧炎的身体被魂天地的分身牵制住，无法抽身。难道这一次就真的要被魂天地击败了吗？炎帝，再见了！魂天地的声音落下之后，化为一道黑雾，冲进萧炎的耳鼻嘴巴之中。顿时间，萧炎体内的5脏6腑便是开始出现剧烈的疼痛，就连他的识海也是逃不过被黑雾的侵蚀，整个识海被黑雾笼罩，使得识海中的能量都被那道黑雾吸收殆尽。萧炎的气息也是逐渐的减弱，因为这一招乃是魂天地吞噬他人神魂的诡异强大技能，一旦被入侵了体内，根本就无法有着反抗的机会。那么这一次的萧炎同样被魂天地的这道技能入侵，怕也是凶多吉少了。在场的其他强者纷纷出现惊骇的目光，就连藏青青、玉冰燕、雷厉风等第一天骄都是眼露震惊之色。魂天地刚刚所施展的噬魂灵，要不一不小心没注意，就连他们都得要遭殃。是魂宗所重点培养的噬魂杀手，果然不简单，甚至我都感觉到这是魂杀手才是黑马。雷厉风身为雷神阁的第一天骄，不仅实力强大，头脑也是相当的清晰有思路。因为自从噬魂宗的人出现之后，魂天地的行为就引起了他的关注。为何那位噬魂宗宗主先出手将对手击败，然后由魂天地进行对失败者神魂的吞噬？从开始关注到现在，这位魂天地的气息在无量神渊中吞噬了诸多强者的神魂后，其实力也是有所提升。这诡异的功法竟是在吞噬神魂后就能够提升实力的，就连他们这些第一天骄都是首次所见。而最担心萧炎的也只有那位武神阁的吴雪了，他现在柳眉微蹙，非常担心萧炎的险境，可是干着急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刚准备过去帮萧炎时，被一旁的藏青青拦住了。你现在过去不仅无法帮助他，甚至就连你也会都陷入危险中。而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到的。你放心吧，还是冷静下来，静观其变。吴雪见自己被藏青青拦住后，也是咬牙切齿的直跺脚。不过他也有一些理智，的确，以他现在的实力过去，肯定会毫无作用，反被对方得逞，萧炎也将会陷入更加危险中。萧炎弟弟，你一定要加油啊！吴雪目光不移地盯着萧炎的方位，心中暗自的默念道。此时萧炎的识海已经被魂天地破坏的差不多了，萧炎的意识也是逐渐的萎靡下来。见状，魂天地更是得意洋洋，嘴角勾起了一抹胜利的阴森笑容，喃喃道：真是不堪一击，这一次要不是本地修炼的是魂诀，还真的无法与你抗衡。就在魂天地以为萧炎已经成了定局时，刚想准备吞噬萧炎神魂的那一刻，已经没有任何意识的识海竟然出现了1道、2道、3道，以致越来越多的金色能量开始弥漫其中。魂天地更是微微一惊，有些不敢置信的道：这怎么可能？刚刚他的识海明明已经被我吞噬的崩溃，为何现在又有如此多的强大能量涌出？还没等魂天地反应过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萧炎的识海中顿时传出了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神魂天极，神魂摄魄。在魂天帝那震惊无比的神情中，在这识海的深处，竟是有着一股令得魂天帝的神魂都感到剧颤的恐怖力量，犹如是巨大的海啸一般，对着他急速的狂涌而来。在无形的神魂攻击下，魂天帝的身躯一动，刚想逃离萧炎的识海中时，已经为时已晚，因为那神魂摄魄的恐怖力量早已经将魂天帝锁定，不管对方如何想要逃跑，皆是无法逃脱这股力量的轰击。该死，拼了！魂天帝见状，自己无法逃脱，索性直接与对方的这一道恐怖的攻势硬拼。噬魂神斩，巨大的黑色巨斩显现而出，其上散发出惊人的气息波动，对着那无形的神魂攻击轰去。结果这一招轰出之后，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力量碰撞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只能听见刷刷刷的声响，犹如海浪翻滚的声音，拍打在整个的识海中。下一刻，那魂天帝的身影便是带飞了出去，直接摔出了很远的距离，最后重重地落在地面上。待他反应过来时，他的识海竟是要爆炸了一般，就连神魂都是被刚刚那股拍打在他身上的无形力量所重创，一口鲜血从魂天帝的喉咙间喷涌而出，他的神魂在这一刻都是差点要被这股力量所轰击的崩溃。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神魂被重创？此时此刻，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自魂天帝的嘴中传出，他的身躯也是半跪在地面上，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脑袋，浮现出一道非常痛苦的表情。魂天帝，虽然你的实力涨了不少，但是你却没有强大的一些专门攻击神魂灵魂的神技，而我有，今日怕是你要输了。在这浩浩荡荡的识海中，萧炎那无处不在的声音传荡而出：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输？萧炎，我说过，今日死的人是你，不是我。见到自己的神魂被萧炎重创，魂天帝仿佛是要暴走了一样，一声大喊，他的脸色已经开始极度的扭曲起来。原本这一次在噬魂宗的培养下，将会直接将萧炎踩在地上，可现在却是狠狠地打了他的脸。如果今日真的再次败在萧炎的手里，那么他就算是牺牲，也要将眼前这位炎帝扼杀在摇篮里。你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吗？看来你还没尝够我的神魂天极吧。此话一出，刚刚近乎差点失去理智的魂天帝却是有所恢复了一丝，强忍自己的那暴走的情绪，表情极为的狰狞起来。萧炎，这次本帝可算是又栽在你手中了，但是下一次见面将会是彻底的碾压你，因为我将会受到那位大人的最大洗礼，还是先完成那位大人的任务，今日算你走运。说完，魂天帝竟是化为一道黑雾，准备从萧炎的识海中逃离。但是萧炎怎么可能会愿意让魂天帝这么轻易的逃走？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我是什么？萧炎的声音变得低沉下来，毕竟刚刚与魂天帝交手，这家伙的天赋战力也极其强大，要不是自己有着更多的底牌，他也是会栽在他的手里。神怒唤虚地炎莲，萧炎的身影也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一股炙热的气息波动已经弥漫这片识海之中。在魂天帝逃离的正前方，那片区域竟是燃烧出了炫白色的火海，自火海的深处升起一朵万丈的火莲，其上跳跃着诸多颜色，每一道颜色都是代表着一种足以毁灭一座大陆的恐怖力量。特别是在这绚丽的每一道颜色中，还有着一道极其神圣的白色火焰，散发出吞噬万物的神之威能，那就是幻虚神火。紧接着，那火海中的万丈火莲竟是直接对着魂天帝逃走的方向急速掠来。在萧炎的识海中，魂天帝可是想逃都逃不掉。该死！魂天帝的脸色狰狞又苍白，刚刚自身的神魂被重创后，实力也是跌落了很多，自然是无法扛得住神怒唤虚地炎莲的恐怖威能。不过那神怒火莲也是正中魂天帝的身躯，随着神怒火莲的爆炸开来后，整个识海的空间竟是变得扭曲起来，恐怖的能量波瞬间将这识海中的席卷而开。当然这是无法伤及萧炎的，毕竟一切操作都在萧炎的掌控中。恐怖的毁灭力量瞬间冲击吞噬魂天帝的身躯，整个神体都被炙热的火焰给熊熊燃烧而起。一时间魂天帝呼救的声音都没有。然而就在萧炎以为魂天帝必死无疑时，他的识海中再次出现了一道声音，然后一道黑影浮现在魂天帝的身边，施展出一道诡异的防护罩，将魂天帝包裹其中。魂是那位大人所选中的人，你现在还没有资格杀他。站在魂天帝身边的那道身影正是噬魂宗的宗主，同样他的目光也是充满着杀意，盯着不远处的萧炎看。我杀谁还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既然你想送死，那就一并在这里解决了你吧，反正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萧炎见噬魂宗宗主也出现，内心中也是稍微有些震惊，他是如何进入自己的识海中的？自己刚刚已经封锁了识海，就算一些强者也无法进入才对，难道说这噬魂宗宗主的神魂也是极其的强大不成？呵，真当我们是吃素的呢？你的那股金色力量虽然很奇特，可是在面对本宗主绝对实力的面前，还是不够看。要不是这一次我们有任务在身，我很想将你彻底的击杀，不过等任务一完成，你就准备受死吧。噬魂宗宗主直接是对萧炎放下绝词，然后对着一挥手，黑气弥漫，直接将神怒火莲所爆发出来的力量给吞噬而尽，其中仿佛有着一道红色的眼瞳微微睁开，看向萧炎这边。仅仅是看到那红眼瞳的一瞬间，萧炎的身躯竟是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
萧炎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吃惊，瞬间眼神一眯，但是在看过去时，那红眼瞳竟然已经消失不见。不知道是不是萧炎自己眼花，刚刚他的确在那黑气中看到了一颗红眼瞳一样的眼睛，虽然是微睁，但是萧炎非常的确定，那颗红眼瞳非常的不一般。仅仅只是一瞬间的对视下，自己的惧怕起来，这不是萧炎胆怯，而是他所有没有经过大脑反馈下的本能反应。换一句话说，应该是全身肌肉和心灵自主紧张起来，并惧意那只红眼瞳。在萧炎回过神来后，魂天帝和噬魂宗宗主两道身影便早已经不见踪影。刚刚那事，萧炎也不瞎想，魂天帝和噬魂宗宗主二人离开，只是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识海中，回想起刚刚那从未有过的骇然画面。坟老，刚刚那只红眼瞳，你感受到了吗？萧炎对着坟穴空间中传音道。然而过了好一会儿后，都没有坟老的声音。萧炎直接是疑惑起来，这不对啊，坟老可是自己叫他都会回应的，但现在如何呼唤他都没有任何的回应，这是怎么了？